打开无底的天窗，夜空点缀着星光。黑夜或许很漫长，却阻挡不了天亮。只要你驻守着希望，我懂你面对的困难，我明白坚持很难。别一个人承担，因为你并不孤单。其实爱就在你的身旁。爱会将心中的黑暗全部都照亮，每一束光芒都会变成力量。爱会在你荒凉心中播种出希望。别害怕艰难，幸福就在前方。幸福就在前方。别害怕艰难，幸福就在你的前方。阿弟，今天是你的头七。我今天早上发梦见到你，你对我说，你说你在下面感到很冷很冷，所以现在我来烧一些衣服给你。你穿了它，你就不怕冷了。我相信我不能帮你太久了。现在我全身都是病痛，很难再会医好。应该不会多久，我就会下去陪你。阿弟，我得到这个病，真的是很可怕，真是上天在捉弄我。我每逢一想到要去洗肾的痛苦，我就觉得我不如死了算了，跟着你去就算了。怎么样？找到妈了吗？我附近都找过了，找不到啊。她有没有跟你说她到哪里去？没有啊。你也真是的，哥，找到了吗？我跟他去过那边的公园，都找遍了，都找不到。急诊中心我也去过了，也没有妈的消息。都是你啊！竟然让妈一个人出门，万一她出了事啊，你担当得起吗？大哥，别怪大嫂，她也不想的，她也不知道妈会一个人跑出去。你说妈会不会是想不开跑去？妈，你是说妈妈她？哎呀，你们不要胡思乱想啦！我们去报警吧。妈不见都不到24小时，报警没有用的。那爸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哎，阿国，打个电话给你二哥。打过了，他说不知道。你再打多一次，可能妈到他那里去了呢。你说你有客户要2个单位啊？是啊，而且我的客户肯出价，每个单位60万。真的啊？那如果谈成了，我可要谢谢你，因为这样可以帮助到我的销售业绩啊。哎，对不起啊。喂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没有。现在妈不见了，你竟然不闻不问。你跟我说也没用啊，我还得工作的，你不要每5分钟就打给我行不行？
我现在还在开会，很忙的。等我下班再联络你，好不好 ？OK？ 刚才你说你的顾客要哪个单位0820跟0822，不知道这2个单位卖了没有？我查过了，到今天早上为止，这2个单位还没有卖出去。我看还是确定一下比较稳当。等我查清楚了再通知你。OK， 那你尽快通知我。喂，妹啊，桂圆的0820跟0822卖出去了没有？0820有买主啊？他出价多少？好，你尽快跟他签约。可以。我妈没去找你啊，那真的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惨了，妈出去这么久还没回来，会不会出事啊？爸，不如我们再去找找吧。还要去哪里找啊？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。妈妈，哎妈，你回来了，你去了哪里呀？是啊，我们担心死了。妈，你到底去了哪里啊？不用紧张。今天是你舅舅的头七，我去拜祭他而已。原来今天是舅舅的头七，怎么我们都忘了？你们个个都不记得了。改天轮到我死的时候，你们都会不记得了。妈，对不起啊，可能是因为最近家里发生太多事，所以才会一时忘记的。妈，你去拜祭舅舅，应该跟我们说一声嘛，我们会跟你一起去的。你又不告诉我们，我们又不知道你去了哪里，心里面很担心的。今天早上，我发梦见到你舅舅，他说给我听，他在下面很冷很冷，他没有衣服穿。我一出来客厅，我就想起，我想买些纸衣烧给他，但是你们都不在家。我想我反正很快就回来了，所以就没有打电话给你们。这件衣服是传业结婚的时候，我喝媳妇茶时候穿的。我趁现在你们还在这里，我向你们交代清楚。如果将来我走了，你们就将这件衣服让我穿着上路。我可不想像你舅舅那样没衣服穿。妈，你为什么说这种话呢？你会长命100岁的。我得了这个富贵病，都不知道还会挨到几时，我怎么会长命100岁呢？妈，肾病不是什么绝症，只要你定时去洗肾，还是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的。你们整天叫我去洗肾，你知不知道洗肾有多辛苦吗？一支针这样插下来，那种痛苦，你们又能想象得到吗？何况洗肾的时候要4个小时，很累很累的，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够挨得住。我老了，上天为什么要让我受到这种折磨呢？何况医药费又这么贵。如果我走了，就不用你们负担了。
爸，钱方面，我和阿国和阿姨也会想办法，你不用担心的。只要你身体健康，其他的事你不用担心的。我这副老骨头，很应该去见你爸爸了。但是上天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呢？如果上天现在要我走，我都没话可说。但是我最遗憾的，就是没能看到阿国结婚生子。啊，你看到那一天的。如果我走的时候，你们记得给我穿上这件衣服，让我上路。你们如果有空的时候，去坟前上一炷香给我，那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有个客户想买贵园2个单位，可是传言说其中一个单位已经卖出去了。是啊，而且合约已经签了。那你卖多少钱？59万5千。Mr. Lee， 我的客户肯出60万。不管他出多少，那现在我们的合约已经签了，那你要我怎么办？下午跟你提的时候，那个单位分明还没卖出去，你故意拖延时间去完成你的交易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也是为公司赚钱，能够多卖一间，公司就有多一点盈利。贵园是你负责的 project， 如果我的交易成功，肯定会影响你销售成绩，还有你会失去佣金，所以你肯定会抢在我之前去完成交易的。那除非你有证据，不然你不要乱中伤人。我一向来都是公私分明的。你做过什么，心知肚明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争了啊。那既然 Aaron 的客户要买2间，我看就让 Aaron 去卖吧。可是约已经签了，定金也下了，我们不能毁约的。大不了赔偿定金给他。那贵园已经推出一段时间了，销售成绩很不理想。现在有人要买2间的话，对公司来说是一件好事。再说扣除了赔偿金，公司还是蛮有可观的盈利的。可是 Mr. Lee 啊，不要再说了，就这么决定吧。啊，出去吧。Mr. Lee， 我先出去了。什么事啊？刚才啊，大哥有什么事啊？找到不是好了，我都跟你们说不用紧张了。我都说过了，不要为了一点小事在我办公的时候打电话找我。我工作很忙的，不容许我分神了，你知道吗？就这样了啊。你大哥找你什么事？说已经找到妈了，这种小事也要烦我，以为我很空闲呢。你妈失踪，我怎么没听你提起过啊？还不是他们大惊小怪。说的也是。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那 Aaron 跟你过不去啊？我原本已经卖了桂园的一个单位，他现在分明跟我抢，还闹到 Mr. Lee 那边去。结果呢？结果 Mr. Lee 要我把单位让给他喽。哇，那佣金不是全给他拿走？我少赚佣金无所谓。如果你刚才看到他那副样子，你才气。喂，他这个人也太过分了吧！自己负责的 project 卖不完，还来跟你抢地盘。他不会永远这么幸运的。汉妮，他处处跟你作对，不给他一点颜色看看，他以为我们好欺负。那等他负责的公益推出的时候，他才知道我是不好惹的。嗯，我们夫妻同心，还怕整不死他？传家，打电话给他后，问他为什么 TCI 的宣传单还没有送过去，人家已经打电话来催啦。
啊，喂，请问阿豪在吗？他生病了，2天 MC 啊。好，知道了，谢谢你啊。Mr. Ang 啊，阿豪他生病了，拿2天 MC 啊。又拿 MC？ 一个月要拿几次 MC 啊？我这次再不炒掉他，我就不姓安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还问我怎么办？看你是送货啦！好了没有？你在搞什么？叫你做点事情弄到这样子。对不起啊，Mr. Ang。手脚快点把它整理好啦！你还害我出不了货是不是？ Sorry 啊，Mr. Ang。哎呀，轻一点！你的脚伤成这样，为什么不早点来找我？为什么拖到现在？公司里啊，很多货还没有送，只好送完货才来了。你伤成这样，怎能送货？哎呀，现在什么环境啊，不能也得能啊，要不然啊，老板就炒我鱿鱼了。哎呀，你忍一忍，很快就好了。哎呀！爸爸。哇！哎呀！爸爸，你怎么啦？没事，不小心扭伤了。妈妈呢？她在冲凉。妈妈，爸爸受伤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搬货的时候不小心扭伤脚。搬货？你是做账的吗？搬什么货？你还年轻啊？工人生病了，Mr. Ang 叫我搬，我能不搬吗？哎呀，肿得这么厉害啊！哎，你别动啊，很痛啊。看来伤得不轻啊，要不要去看医生啊？不用啦，看医生很贵的。我已经看了中医了，没事的。哎呀，万一恶化了怎么办呢？我都说没事了。哎呀，来，我扶你。我没事，你别大惊小怪，吓坏小孩子。哎，你去忙你的啊。春江，春江，你怎么了？春江，春江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这么烫啊？你发烧了，春江，春江，你醒醒啊！你没事吧，春江？你不要笑我啊，春江。医生，我先生的脚怎么样了？哦，他的脚骨裂了，不过你放心吧，我已经帮他打上石膏了，伤口很快就会复原了。由于他的伤势蛮严重的，所以需要留院观察几天。医生啊，我不可以不要住院啊？你除了骨折，你还发过高烧，虽然烧已经退了，不过我还是建议你留院观察几天比较妥当。我看我是不会有事的，
不如这样吧，你给我几天的消炎药，我留在家里休息就好了。可是，医生，你放心好了，如果我有什么事情，我一定会来找你的。那好吧，既然你坚持，我也不勉强你啊。不过你千万要记住，如果原来你不舒服还是发烧的话，记得要回来找我。一定的，一定的。谢谢你了，医生。为什么你不肯听医生的话，住院观察？哎呀，住院要很多钱的。有些钱是不可以省的嘛。除了钱呐，我还担心 Mr. 安不高兴啊。公司里人手都已经不够了，我如果还拿几天 MC 的话，他不把我炒了才怪。那你这个样子可以吗？没问题的。对了，千万别让妈知道。那如果他问起来的话，我怎么回答？你就说我轻微扭伤好了。立忠啊，记住了，别让妈妈知道。走吧。小心点。哎，妈，你还没睡啊？妈，你们半夜3更去看医生，我怎么睡得着？妈，现在没事了，你明天还要洗肾，你去睡吧。你的脚怎么了？医生说只是扭伤，休息1、2天就没事了。你看看，已经包了石膏，还说扭伤，究竟有没有事啊？真的没事啊，医生给了我消炎药，吃了就会消肿。妈，我很累，我要进去休息，你早点睡啊。是啊，妈，你早点睡吧，我陪他进去了。立忠，来，我陪爸爸就行了。爸妈晚安。晚安。喂，阿宗啊，你爸爸的脚怎么了？爸他没事啊。你不要骗妈妈了。我没有骗你。你爸爸的脚怎么了？你讲给我听啊。我不知道，我要去睡了。喂，喂。早起来干什么？我要去做工啊。做工？还有点烧，做什么工啊？哎呀，吃点退烧药就没事了。还说没事？你看脸色这么差，医生不是给你1个星期的 MC 了吗？你应该留在家里好好休息。我不回去做工啊，Miss Tang会炒我鱿鱼的。不休息1个星期，也起码休息2天啊！现在你有 MC， 他怎么可以炒你呢？哼，昨天呢，阿浩要拿 MC 啊，他就想炒他的鱿鱼了。你不是不知道 Miss Tang 这个人，现在他怕什么？这么多人失业，他随时找到一个人来取代我。还有我们家的环境，你不是不知道，我绝对不能丢掉这份工作的。可是现在你的脚是骨折啊，需要好好休息。本来医生要你住院，你又不肯。医院住院起码要上千啊，住什么？你不住院也起码在家里好好休息啊！你现在去上班，走来走去，伤口恶化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到时再说吧。总而言之啊，我不能丢掉这份工作的。哎，这先帮我处理一下。大家早。Mr. Ang，我是回来做工的。怎么这么快回来？你的脚怎么了？小事而已。我有几天 MC。有 MC 在家里休息，回来干嘛呢？只是小伤，我还是个炉厂工作的。哦，你回来正好，我有事要告诉你，先跟我进来一下。你先坐。哎，最近的行情啊，真的很差。公司的订单至少减少了48%。昨天我跟其他的股东开会，决定采取一系列节省开支的措施。那公司的账你在管，应该清楚知道，聘请一个全职人员那个开销有多大。
要薪水，要公积金，还有各种的福利。以现在这种营业额啊，公司实在很难撑得下去。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，公司肯定要关门大吉啊。所以呢，公司决定减少全职员工的人数。对不起，从明天开始你不用来上班了。什么 ，Mr. Ang 啊，我很需要这份工作，很需要这份薪水的，你让我继续做下去吧。公司已经决定了。Mr. Ang，求你不要这样对我，不如这样吧，你减我的薪水，只要你不裁退我就行了。我也没有办法，这是公司的决定。你也知道，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啊。我在公司做了10几2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不要这么说，公司还是很有人情味的。那这里半个月的薪水就当做是你的遣散费，拿去吧。啊？为什么你无端端被裁啊？我也不知道。难怪他昨天还在请新人呢。这个时间请什么新人呢？我知道了，现在请新人很便宜。这个老狐狸啊，早就有预谋了，好狡猾啊他。哎，对了，他给你几个月遣散费啊？半个月。啊，半个月，做10几20年半个月，别家公司都是按年算的。我去找他理论。算了吧，我们怎么说得赢他呢？实在太过分了嘛，一点人情味都没有。我在公司那么多年，尽心尽力，又没有做错事，他竟然说炒就炒。老板炒人需要理由的，他今天炒你，明天炒我，这种老板啊，不要跟他做串了。我现在到哪里去找工作啊？东家不打打西家喽，你怕没工作做啊？现在工作不容易找啊。哎，别想太多了，你脚受伤了，等养好了伤再说吧。哎，这点钱你拿去用吧。我不能要你的钱了。你别跟我客气了，这年头没钱是不行的。你家里有事，收下吧。我自己上去就行了，你去学校吧。可是爸爸说要把你带上楼，我才可以去学校的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你快点到学校去，要不然就迟到了。哎，你又做什么？我还是不放心，我看我陪你上去吧。那，你再这样，妈妈生气了。听话，快去快去。妈妈不要生气，我去就是了。去吧，去。妈妈小心啊！快点走吧。你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怎么无端端被裁了呢？我们每个月的开销这么大，除了列宁立重的教育费，还有妈的洗肾费，现在你没了工作，要去哪里找这些钱呢？哎呀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尽快找到工作的。哎呀，现在行情那么坏，哪有那么容易找到工作啊？天无绝人之路，一定有办法的。还有啊，这件事情别让妈知道，我怕她担心呢。你什么都不让她知道，你的脚骨裂了不告诉她，现在失业了也不告诉她，你到底要瞒她瞒多久？要是不小心让她知道了，她会不高兴的。哎呀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瞒得一时就一时吧。你们想要瞒我到几时？妈，这么大的一件事，你都不让我知道，你还当不当我是你妈？什么都不让我知道。妈，不是的，我是怕你担心呐。我也是家里的一份子，你还当不当我是你妈？妈，对不起。妈。我刚刚清了一套2000多块的美容配套，贵哪里会贵呢？小姐，一个女人过了30多岁呢，一定要好好保养的，否则很容易老的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啊？哎，我妈来了，不跟你说了 ，OK， 拜拜。美珊，妈，你怎么会来的？坐。我上来看看杰人。哎，
他人呢？哦，他在补习啊。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吵他好了。传业呢？哦，他还在上班呢。今天是星期六，也要做到这么迟啊？是啊，妈，他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，每一天啊早出晚归，所以啊赚钱真的是不容易啊。妈，你找他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事。有什么事你就告诉我好了。他回来之后呢，我会跟他说的。妈，喝水吧。行了。其实是这样的，川家今天刚刚被人裁退了，现在没有了工作。那你也知道，他平时的积蓄又不多，所以我想来见见传业，看看他能不能帮帮他而已。大哥叫你来的吗？不是，他们两个都不知道我来。不过见他们为了我的医药费这么烦恼，所以我想见见传业，希望他能帮帮他们。妈，大哥失业真的是很惨，我们也是很想帮忙，可是我们的情况也不是很好。可是传业每个月不是赚很多的吗？对呀，他赚的是不少，不过他的开销也是很大的。你看，单单是这间屋子的贷款啊，每一个月啊就要付3000多块，还有他车子的贷款都还没还清，每一个月要1000多块，还有阿伯的教育费、补习费，再加上压低的费用、生活费，每一个月啊他都过得很紧啊，有时啊还入不敷出呢。这样啊。妈，大哥有困难，照理我们是应该帮忙的，可是我们真的是有心无力啊。你不会怪我们吧？不会，你们有你们的困难，我是不会勉强你们的。那我走了。多坐一会儿嘛。不用了，我得回去了。送你。妈，慢走啊。好。雅蒂。Yes, Mom. Clean this sofa. But I just cleaned it this morning. I know, but just now Amma sat on it. Go. Yes, Mom.美丽白皙，美丽白皙，什么美丽白？你在念什么？我明天就要交稿了，现在还想不出好的构思。想不到就不要想喽，让你的脑筋休息一下嘛。不想怎么可以？我可不想被炒鱿鱼啊！我现在很等钱用。看得出来嘞。你怎么看得出？因为你这个月的房租还没交啊。那你不是要跟我追房租吧？嘿，我这个月手头很紧哎，能不能先欠着啊？怎么可以？那你是不是这样啊？哎呀，欠这么难听。我们 brother 这么多年了，这个月的房租不用交了。谢谢你啊，不客气了。不过你这个无业游民少了这几百块，够不够钱用啊？这个你不用为我担心，我没有钱的话，我可以去嘟，跟我妈的拿钱的嘛。我真的很同情你妈，怎么样？她都不知道养你养到什么时候。你人都那么大了，整天无所事事，你惭不惭愧的？Excuse me， 我不是这样的人 ，OK？ 我是有上进心又有抱负的。你没有听过一句话，男人最怕入错行了。我要找工作一定要谨慎，一定要小心的吗？这样才不会一世铸成千古恨呢。哼，那么多借口啊！你口水多啊！走了，去吃东西了，你最喜欢吃的。Let's go。来，你最喜欢吃的咖喱饭，从我妈的那边拿的，刚刚出炉，热腾腾的哦。哎，谁来了？哎，妈，传国，进来啊！来，妈这边坐。亚弟，你来了。来，这咖喱饭很好吃的。
我不吃了。哦。传国，你吃饭了没有？哦，还没有。我想跟你出去吃饭。哦，好啊，那我去换件衣服就来啊。嗯，好。喂，木，木，喂，身上有没有钱？你要干嘛？我带我妈出去吃饭，我没有钱。哦，你要多少？100块。100怎么够？哎呀，啊，你先拿200去，带你妈去吃好一点的啊。换新衣服。谢谢。妈，这合不合你的胃口啊？合。我本来想带你去附近一家餐厅吃的，那里东西很好吃，你又不肯。餐厅的东西很贵的，便宜也是一餐，贵也是一餐嘛，何必浪费钱呢？你呀，你就是整天不会省钱，但是就会花钱，这个坏习惯你要改呀。知道啦。你每个月赚的钱又不多，还要还银行的钱，又要帮我给医药费用，你所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了。你又喜欢花钱，一有钱呢，就买那些很贵的东西，又买什么电脑游戏机呀。哎，你已经不小了，你要存一点老婆本啊。哼。要不然呢，将来你连老婆都娶不到啊！哎呀，妈知道了，菜都凉了，你快吃吧。那妈说的话你要听啊。知道了，我会开始存钱了 ，OK？ 嗯。妈，这钱给你。哼，我刚刚才说你，你立刻又来了。妈，这不同，这是我孝敬你的，不叫浪费。不用了，你留着自己用吧。妈，你放心吧，我有，你去买些自己喜欢的东西。不用了，你留着自己用，何况妈也没什么要买。那这样，那好吧。不过以后你有什么要买的，你一定要告诉我。好。啊，妈，这里的薄饼很出名的，我买给你吃吧。好啊。请问，你年纪这么大还出来工作，辛不辛苦啊？还好啦，如果不做，哪里有钱吃饭？你做一天有多少钱呢？大概20多块咯。哦。妈呢？出去了。去哪里啊？他说去看 Jerry。他一个人搭车会不会有危险呢？你放心吧，我刚才陪他到车站去，看他上了车才回来的。他今天精神很好，不会有事的。妈这几天呢很奇怪，每天都出去。昨天说去找张校长聊天，现在去找 Jerry。可能他觉得在家里闷，所以出去走走啊。出去走走也是好的，闷在家里也不是办法。对了，我等一下有个面试啊，下午我会出去。你的脚伤成这个样子，还去面试？难得人家给我一个面试的机会啊，等到我脚伤好了之后才去面试啊，工作早就给人家拿去做了。那倒是。对了，妈的洗肾费要交了。你不用担心，阿丢介绍我到一间工厂做商，明天就开始了，到时候就有笔钱进来。那一点钱怎么够？再说我杂货店的工钱也不多，只能维持家里的生活费，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来还洗肾费啊。你放心吧，我身上还有钱，妈这个月洗肾费我还应付得来。还有啊，我已经积极在找工作了，我还报名读那个德式课程呢。到时候啊，我考到了执照，就有一份固定的收入了。你放心吧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到时候自然有办法的啊。
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要去杂货店了。你记得煮午餐给丽玲吃啊。知道了。弟，你怎么搞的？你看我衣服给你弄得这么脏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怎么不是故意的？我衣服很贵的嘞，现在给你弄脏了，你赔得起吗？我帮你抹干净。抹干净，这样肮脏的布你要把我衣服抹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你是哪间公司教你的？我要投诉你。先生，请不要投诉我，我要这份工作，我很需要这份工作，我求求你，你帮帮我。这么老了还出来工作，简直害人害己。你到底怎么搞的？你是怎么做事的？我以后会小心的。拜托你手脚快一点行不行？人家做1个钟头的东西，你要做2个钟头，你这么做，我怎么跟老板交代？我已经做得很快了，可是我的年纪大了，所以……总之你好自为之，如果再有人投诉，我很难留你了。我知道了，经理，谢谢你啊。让我来了。回来了，已经好了。哦。妈呢？去二叔家还没回来啊？今天下午啊，他打了电话回来，说跟张校长还有阿珍他们出去，我都没有多问。哦。哎，一定是妈回来了。妈，你回来了？怎么今天这么晚啊？我今天跟张校长、阿珍他们呢，参加新加坡半日游。哦，哎，晚餐已经煮好了，可以吃饭了。我不吃了，我很累啊，我想回房躺一下。妈干嘛累成这个样子啊？他不是说去参加什么半日游吗？也挺累的。丽丽呢？你先去上学。妈妈，我们不是先回家吗？哎呀，妈妈自己会回去的，你快点去读书吧。可是，这里离家里只有几步路罢了，妈妈会回去的，你快去上学吧，你放心。可以啦，爸爸知道了，他会骂我的。你不用怕，如果爸爸问起的话，我会说是妈妈的主意，爸爸就不会骂你啦。你快点上学吧。那妈妈，我先去上学了，你要小心啊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上学去，上学去。妈妈，拜拜。拜拜。哇，你一次购买那么多护肤品啊！这些护肤品很好用的，你看我的皮肤是不是好了很多？这样大减价多买一些，这样子呢就可以省下一笔钱了。你买这么多，老公不心疼？老婆漂亮一点，老公也是有面子，怎么会心疼呢？你老公真好，真是个标准老公。安妮，哎，买完了。吃饭了。哎，走吧。哎，刚才我看那个 bag， 它的款式挺美的，只是颜色不喜欢。看这里。哇，我肚子好饿。你们要吃什么？还没决定呢。大婶，麻烦来收一下。